这女人嫁进豪门后依然不快乐，婆婆时不时冷嘲热讽她，还暗示她应该离开这个家。老公不愿参与婆媳争执，选择住在酒店里。这座豪华别墅只有她一人居住，她爸爸还以此为荣，却不知道女儿在婆家的日子并不幸福，唯一能让她快乐的是他们以前拍的亲子照片。这位家庭主妇名叫海玲，老公是韩国一家商业集团的部长，婆婆是国内著名的设计师。她嫁入了这样的家庭，让人非常羡慕，但她自己却很不开心。原本她的家庭幸福美满，却因为儿子的去世而一蹶不振，这成了她心中的痛，一直隐隐作痛。丈夫总是以工作忙为由不回家，两人的关系也变得僵硬。海玲无奈只好去酒店找丈夫，但丈夫看到妻子并不开心，问她为什么不在家而要出来。海玲说是因为想她了，还为她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但丈夫显然不领情，饭菜一口都没动。海玲父亲的餐馆开业了，她希望丈夫能过去参加，但丈夫只是匆匆送了礼物，没有停留就上车离开了。第二天，海玲去机场接婆婆，正好碰到婆婆接受媒体采访。有记者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您这样权威又关爱女性的人，在家里您是个怎样的虐婆呢？妇人笑眯眯的回应说这是为了儿媳妇好。这时一名记者发现海玲站在旁边，随后把她拉到婆婆面前进行采访。海玲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夫人笑着解释说她可能有点紧张。当记者再次追问时，海玲终于开口说是个好人，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女记者笑着说这回答太官腔了。这时夫人表情僵硬没说话。采访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婆婆立刻变脸，开始含沙射影地指责她，问她是不是想当着记者的面抹黑自己。海玲一时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这时旁边的随行秘书开口说，无论谁问到婆媳关系，不要直接看着夫人回答，要先转移视线再回答，这样可以避免给人留下可乘之机，防止别人制造流言蜚语。海玲刚想解释自己是第一次有点紧张，婆婆却让司机靠边停车。海玲感到非常委屈，她不断请求婆婆不要把她丢下，结果婆婆还是把海玲扔在高速公路上。她拨打老公的电话，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最后只能一个人徒步前行。不知走了多久，终于遇到了大巴车，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她只能强忍着痛。旁边一个帅哥看不过去，递给她创口贴。这就是他们故事的开始，后面的再说。等海玲回到家后，那个坏婆婆不仅不关心，反而责怪她，一再讽刺海玲为何不打扮得体，面对电视媒体采访竟然让她丢脸，告诉她不要总想着省钱，豪门家庭哪会缺钱呢？还暗示她要想留在这个家必须怀上家族的孩子，否则就得离开这里，如果再没有结果，就只能把她赶出去。面对婆婆的无理指责，海玲感到很委屈，但她不得不听从这个恶婆婆的安排。海玲来到了酒店，精心布置了一番后，她躺在床上静静地等着老公回来。男人回来看到海玲显得很不高兴，海玲洗漱完毕后，男人却让她回家，还告诉她已经帮她预定了出租车。无奈之下，海玲茫然不知所措。正当她穿衣服准备离开时，不小心摔倒了。男人虽然不关心，但碍于面子帮了忙。心情低落的海玲在乘电梯时，她又遇到了那个大巴车上的帅哥，但海玲这时却没能认出他。面对那张熟悉的脸和窗口贴，帅哥一进电梯就认出了他，从此两人的缘分正式开始。这个豪门婆婆实在太恶毒了，从医生那儿得知儿媳不能生育，为了赶走这个不能生孩子的废物，竟指使秘书去诱惑自己的儿子，目的是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他老人家那和善的面孔早已不见，看着眼前懂事又乖巧的儿媳，他心里五味杂陈，也感到无可奈何。为了家族的未来，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其实秘书早就对海玲的丈夫有意，只是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未能明说，于是接受命令后，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男人最终没能抵抗诱惑，败下阵来。虽然嘴上说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事后两人一起离开了酒店。正当他准备开车回家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原本以为自己的秘密行动无人知晓，没想到夫人对所有事情了如指掌。他被带到一处豪华的海景高档公寓，夫人问他是否喜欢这套房子，只要他办成这件事，房子就是他的，但是有2个条件，他必须同意。一旦事情失败，后果自负，他不会因此背上赶早习的恶名。还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要真情流露，警告秘书最好离他儿子远点，你只是个帮忙的，别想趁机升职。他把儿媳不能生育的事告诉了秘书，目的是破坏他们的婚姻，迫使海玲离婚。面对夫人的强硬要求，秘书也只能答应。这5年来，海玲一直活在自责中，因此她选择了做学校的护工，还有指挥交通。对于这个豪门儿媳，人们议论纷纷，她却不以为意，依旧坚持每天的工作。然而有一天，意外的车祸再次发生，海玲不顾一切地救下了那个男孩，
沉浸在幻想中的她误以为是自己。男孩被送往医院后，海玲异常激动。这一幕恰好被徐志健医生看到，他突然想起了10年前的同样场景，那时有个男孩在自己手里死去。看着眼前崩溃的女人，他的记忆再次被唤醒，情感涌上心头。那时送来的男孩已经奄奄一息，他一直自责，没有在手术前给那个男孩做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自己。幸亏有父亲不断的安慰和开导，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阴影和障碍。这个女人竟是那个男孩的妈妈。出于愧疚，她默默地对海玲表示歉意。老公之前在医院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生气的他请来搬家公司来清理东西。海玲试图阻止，结果被痛斥一顿，当众把那个女人儿子的手工瓶摔碎，说只有这样才能让海玲解脱。女人求饶时，男人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坚持要把所有东西都拿走。无奈之下，他只能默默的伤心。男人头也不回的离家出走。第二天，海玲接到电话，家里出事了。她想和老公商量回家一趟，但男人说他和秘书有事要谈，不听不问直接拒绝了她。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她只好默默退出。海玲心生疑虑，怀疑他们两人的关系，却被婆婆责备说她无中生有。婆婆劝海玲只管好自己的事，其他事不要管也不要猜。说完，婆婆带着嫌弃转身离开。不知所措的海玲只能干瞪眼。她的一个大胆计划正在进行中。秘书下班之后，正在准备和夫人告别，婆婆突然询问事情的进展，她竟然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豪门婆婆也实在太可怕了，得知儿媳因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竟然安排秘书去拆散他们，这对她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小美自然愿意，哪个女孩不想飞上枝头变凤凰？接下来2个坏女人开始密谋，一个可怕的策略悄然展开。那天婆婆在家门口遇见了2个人，原来是徐志健开车送海玲回来。看着徐志健离去，夫人若有所思。回家后，婆婆递给海玲2张门票，让她和老公去享受2人世界，重温旧时光。海玲还天真的以为婆婆变好了。常言道，没事不会无缘无故送礼，要么有心机，要么有陷阱。不料那个坏婆婆背后另有算计，特意安排秘书来接送，并且监视他们。看着夫妻俩依旧情深意重，秘书心生歹念。那晚，小美来到书房找海玲的老公，假装没看见她，就像透明人一样。是不是之前的感情全都是假的？是不是用完就想一走了之？男人还辩解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各取所需而已，干嘛非得计较感情真假？然而，正当2人激情之际，被送汤药过来的妻子撞个正着。海玲见到这一幕，情绪完全崩溃。她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独自一人躲在卫生间低声哭泣。这一切都是小美设计的，一个精心布置的圈套，目的就是要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望着熟睡的丈夫，既熟悉又陌生，海玲心里苦不堪言。她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默默流泪。第二天，秘书若无其事的来找她，还详细通报了一天的行程安排。想到自己和丈夫的丑事，海玲心有余悸。这件事在她心里挥之不去。她对小美的态度变得坚决，不再是那个唯命是从的软弱女人。她决定要反击，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次海玲坚决拒绝了秘书的安排，2个女人之间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正好碰上好友聚餐，气氛稍微缓和。好在有了这次聚会，才避免了一场大风波。婆婆想尽办法要让海玲离婚，绞尽脑汁策划，甚至给律师提供了一份关于儿媳的详细资料。律师告诉他，海玲患有抑郁症，但这还不足以推动离婚。询问儿媳是否有侵吞家产的行为，夫人无奈地表示没有发现此类行为。秘书小美敲了敲门，然后径直走了进来。律师提醒说，如果想要胜诉，就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小美问婚外情是否可以作为证据，夫人看着秘书，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海玲和朋友们还在聚会，她通过唱歌来释放自己的不满和情绪。情绪高涨时，海玲变得有些失控。聚会结束后，她一个人在路边发呆。幸好好友徐志健及时出现，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车祸。他把脚扭伤的海玲开车送回家，正巧这时候被她老公撞见。她不悦地质问他们在做什么，老公一头雾水，完全摸不着头脑。他立刻生硬地拉着海玲就要走，海玲却愤怒地甩开他的手，拒绝走。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火药味十足。明天，豪门男人真是无耻，自己和秘书偷偷摸摸，还质问妻子，竟然还质疑妻子让别人送他回家，甚至还怀疑妻子出轨。当得知只是朋友关系后，他却开始冷嘲热讽，无端指责，警告他要安分守己，否则就把他赶出去。凭借豪门背景为所欲为，海玲只能冷笑，感到无奈。第二天，海玲向婆婆提出让秘书陪她去医院检查。婆婆虽然感到意外，但还是同意了。2人对视，眼神中充满了敌意。伯伯似乎察觉到了问题，但并未开口。海玲告诉小美，她为她预定了一幅壁画，这是为了庆祝小美买了新房而准备的搬家礼物，还借口想上门看看她是否满意。
实际上是想找到她和老公之间的证据。海玲在自己房间里胡乱翻找，被看到了。未经允许的搜查让小美非常生气，海玲决定是时候揭露真相了。下一秒，她直接指出了小美和她老公的关系，奉劝小美最好远离她的老公，反而被问是她自己的想法还是男人的意见，嘲笑海玲说自从她儿子去世后，在那个所谓的家里从未有过幸福，虽然嫁入豪门看似光鲜，实际上在家里却是唯唯诺诺，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个位置。小美拿出了和老公的秘密照片，劝他放弃，还说他很可怜。听到这些后，海玲无法再忍受，愤怒地拿起手提包，狠狠地给了一个耳光，还说你这样的人应该被打。两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大打出手，小美向夫人报告事情已经暴露，特地来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坏婆婆一听气得说不出话来，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儿媳，摊上这样的婆婆真是够倒霉的。在大街上，徐志健再次遇到海玲，看到满脸伤痕的海玲感到很担心，于是一路紧跟着她，默默地守护着她，直到晚上看到她安全回家才放心。海玲的老公收到了小美发来的消息，他建议直接揭破真相。男人看了夫妻的照片，陷入沉思。为了讨好或安抚海玲，老公特意邀请了海玲的父母吃饭。作为豪门的女婿，他请客，海玲的爸爸非常开心，旁边的妈妈还不停地夸奖他。但谁也不知道海玲的生活一团糟。饭后等父母都离开了之后，海玲越发觉得自己的老公是个伪君子，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必要为了掩盖那件事，用讨好家人这种方式来妥协。男人坚决反对，说那只是个误会，警告海玲要安分守己，不要小题大做。海玲质问老公是否真的有同居，男人厚颜无耻的让她忘掉这件事。遇到这种事情谁都会介意。冷酷的丈夫扔下妻子开车离开，看到这样的男人真想上去给他几巴掌。各位帅哥美女观众，你们怎么看？这个豪门婆婆实在太恶毒了，竟然为了赶走不能生孩子的儿媳，和秘书合谋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海玲的婚姻，为了自己的利益丧尽天良。这两个人简直是坏人的极致。那天早上，婆婆告诉海丽，秘书小美已经被她赶出家门，她对儿子的事情一无所知，暗示海玲不计前嫌，好好过日子，又假装不经意地问她是否还记得去年从福利院领养的那个孤儿小男孩。小男孩现在病情危急住院了，希望他能抽时间去照顾一下。善良的海玲爽快地答应了，她不知道这正中了婆婆的圈套。下午，夫人来到医院找到徐志健，一见面就表明自己是海玲的婆婆，听说她是目前最好的肿瘤医生，所以来特意请求她为孤儿手术，还暗示海玲也会来帮忙。徐志健作为医生不得不接受这个状况。那个狡猾的婆婆看到她的计谋成功了，再次露出淡定又虚伪的表情。昨晚海玲的老公出现在酒吧，他从律师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海玲因为健康原因不能生孩子，这样的秘密已经被夫人得知，他甚至让律师准备离婚协议。秘书小美也是受命去勾引他的。男人听到这些后既惊讶又震惊，回想以前的种种陷入了沉思。为了缓和自己和海玲的关系，白天特意安排人送来一个豪华手提包，晚上还买了一束花送给他。但是海玲对他已经彻底失望。男人面无表情，尴尬地转身离开。海玲质问老公送礼物的真正意图，丈夫坚决否认，说之前只是个误会。海玲已经心灰意冷，觉得这些小恩小惠无法抚平伤痛，一言不合丈夫的脾气再次爆发。受尽委屈的海玲只能默默哭泣。男人找到妈妈表明自己的立场，昨晚他已经和律师见面谈过。夫人淡定地说，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男人提到5年前儿子的车祸去世，从那以后就没考虑过再要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离婚。夫人没说什么，但计划还在继续。2天后，海玲受婆婆之托来到诊所照顾领养的孩子。海玲怎么也没想到，手术的医生竟是她在美式课堂上的学生，而婆婆找的医生竟然是同一个人。没想到是他曾经救过她，还送她回家。两人的友情在交谈中慢慢加深，开始无话不谈。此时夫人故意给儿子打电话，说海玲就在自家公司旁边的医院，叫他抽空多陪陪海玲，放松放松，想办法减轻夫妻间的紧张关系。男人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他匆匆赶往医院，却意外见到了不该看的一幕。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家3口，幸福极了。这一幕对他来说如同晴天霹雳，而夫人却笑得很开心，满脸的笑容。所有这一切都在老头子的计划之内。那个神秘消失的秘书又出现了，他们似乎在策划更大的阴谋。你见过这样奇葩的婆婆吗？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儿媳家务劳碌10几年，节俭持家，却换来了无端的指责和嘲讽。难怪有句话说豪门深似海，善良的儿媳一再忍让，这正把她带入另一个陷阱。婆婆和海玲一起去医院看望小男孩，几分钟前还对儿媳笑脸相迎。海玲带小男孩过来的时候，不知为何婆婆
突然变脸，直接冲着海玲大骂不知羞耻，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后就转身离开。无情的斥责让海玲感到郁闷。这时旁边的护士告诉她，可能是夫人在洗手间听到了，听说昨晚你俩抱在一起的谣言。海玲听后大惊失色，恍然大悟，立刻跑出来追婆婆，想要解释，谁知道婆婆根本不理她。海玲无奈只能打车跟着。海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却发现密码锁已经打不开了。不得不说婆婆动作真快，拨打了远程语音，结果电话被挂断。几分钟之内事情就变成了这样。殊不知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其实都是坏婆婆精心策划的。就在昨天，婆婆还特意告诉海玲，没事的时候多去医院看看那个男孩，顺便照顾一下他的手术。医生说自己这段时间忙得很辛苦，单纯的海玲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了。晚上海玲去参加老公公司的聚会，聚会中接到电话，得知男孩病情恶化，正准备去医院，却被老公拦住了。老公质问海玲，你是那个男孩的妈妈吗？今天的聚会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关心福利院的事？难道福利院的人比你老公还重要？海玲反问，以前我对你言听计从，换来的却是你的冷漠和怀疑。现在我要为自己活得有灵魂，我是个人，不是你的附属品。来到诊所，看到医生蜷缩在墙角，医生含泪说，男孩可能醒不过来了。他非常自责，因为没有把握治好男孩。善良的海玲抱着医生不停地安慰他。这时被赶来的老公看到了这一幕，老公一把抓住海玲的手，愤怒不已。医生急忙上前，刚要开口解释，却被老公一拳打了过去，警告医生以后不许和海玲来往。说完，老公愤怒地拉着海玲离开。回想起昨天的事，他开始有些担忧。可怜的海玲从白天等到傍晚，门口始终没有人出来，直到晚上老公下班回来，才跟着进了门。一进门，婆婆就开始询问儿媳妇，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原来是你和你老公一起待着，下次如果晚回来，记得提前告诉一声。委屈的海玲正要解释时，却被那个坏婆婆打断了。你不是说要回娘家几天吗？虽然我同意了，但我实在是不太情愿，不知道你有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男人很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简单回了一个好，然后转身离开。海玲试图解释说那是个误会，婆婆立刻打断她，不让她辩解。海玲面露委屈，可惜没人相信她。老公看到床上打包好的行李，为什么没有同意就要回娘家？海玲知道这一切都是婆婆的手段，却只是冷笑没有解释。她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妈真的很像。是的，我要走了，求求你放过我吧。男人回头看了海玲一眼，什么也没说。他怎么会知道海玲此刻的心痛？这个恶毒的婆婆实在是太狡猾了，她竟然设计赶走这个善良的儿媳，独自在家听着音乐暗自窃喜，然后厚颜无耻的在床上装模作样，自言自语，我真是眼瞎了，为儿子选了个错的妻子。外面到处都是关于儿媳出轨的绯闻，谁知道儿子却告诉他，那都是谣言，妻子的人品他是最清楚的，让他不用担心他会平息这些流言。看到儿子依然这样保护儿媳，婆婆气得要命，简直气得快炸了。另一边，海玲被赶出家门，一大早就拎着行李回到娘家。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和怀疑，谎称婆婆出差了，自己回来住几天。母亲一眼就看出女儿面容憔悴，问她身体哪里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海玲只说最近感觉没力气，没胃口。母亲误以为她怀孕了，很高兴催促女儿回房好好休息。献姬起床，看到叠得整齐的衣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让她忧伤。夫人看到帅气的儿子，满口称赞，转移话题，说海玲走时留下的话，好不容易回到娘家，要多住几天，让这段时间先不要去接她。男人只回了一个好字，转身就走。看到自己的离间计划成功，夫人暗自窃喜。徐志健来医院看望小男孩，发现海玲的婆婆也在，急忙向妇人解释和海玲的事情，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妇人不但不听，还狠狠地斥责他，透露海玲已被赶出家门，说带有绯闻的儿媳不配住在他家。这种无耻行为让徐志健头疼，正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时，突然接到海玲的电话约见面。海玲向他说明这次的事情是自己的错，还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徐志健并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不停地安慰海玲，传言终将自行消散。谈话中两人相处非常愉快，就像多年的老友一样随意。然而海玲对此一无所知，她没意识到眼前这男人已经爱上她了。晚上，小美秘书把这事告诉了玄机，她故意强调这是私下里的秘密约会，不是在学校，也不是在医院，而是选了一个安静又美的公园。玄机一听这话，立刻火冒三丈，马上打电话给海玲询问她在哪。知道她在娘家后，心情才稍微平静了点。海玲对丈夫已经彻底失望，她告诉他别无事烦扰自己。一时间，男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海玲的妈妈怀疑她可能怀孕，坚持要带她去妇科检查，没想到却被告知海玲不能怀孕。妈妈不肯相信，对医生的能力表示怀疑，坚持带她去其他医院再查一查。海玲解释说，之前检查过多次都没问题。妈妈却反问她，确定那是真的吗？海玲打电话给之前的医生确认，得到了确定的答案。她的婆婆也知道这件事，这消息对海玲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她终于明白了一切的前因后果，明白了为什么婆婆一直针对她。她在想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豪门儿媳的生活有多苦。海玲给婆婆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没想到婆婆一开口就批评，说别以为菜多就是好吃，看到你我就提不起胃口。海玲很伤心，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可是辛苦忙碌了一大早，换来的结果却是婆婆的无情羞辱，被赶出了家门。海玲只好住回娘家。一次体检竟意外发现自己不能再怀孕，这让她终于明白婆婆为何总针对她。无助的海玲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是好。海玲去找婆婆，想亲口解释清楚，哪知对方根本不理她。婆婆一看到儿媳就躲开。海玲可怜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都没能见到一个人影。遇到这样狠心的婆婆，真让人无话可说。第二天，海玲的妈妈去带女儿道歉，却被家里的佣人误当成临时工。夫人看到后非常惊讶。当婆婆得知来意后，她坦白自己从未真的怪过海玲，之所以没说是为了保护她。不得不说，这位婆婆的演技真是太好了，如果不拿影帝奖真是太可惜了。海玲的妈妈傻乎乎的以为婆婆很宽宏大量，哪知这又是她的遗计。晚上，夫人躺在床上假装生病，把亲家知道海玲不能怀孕的事说了出来，还无耻地说亲家上门道歉，他们害得我们家族没了后代，外面的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这样的婚姻还有必要继续吗？炫基说他目前没考虑过离婚。夫人反问那些谣言该如何处理，男人告诉妈妈他会处理这些舆论。看着无动于衷的儿子，她非常生气。丈夫来门口接海玲回家，海玲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放手，炫基坚定地说不管能不能生孩子，他不在乎，也不会选择离开。这么多年的感情一直深藏心底，或许这正是我们彼此信任的力量。虽然有分歧，但爱情依旧存在。第二天看到海玲回家了，那个坏婆婆一下子就没了心情，一开口就指责海玲不懂得反思，才回娘家几天就回来了，你怎么好意思回来呢？还让你老公亲自来接你。海玲说，我知道您现在不喜欢我，但我会努力做好一切。婆婆点头，那我们就走着瞧吧。遇到这样的家庭状况，你们觉得自己能扛得住吗？海玲中午做了一桌子美味的菜，婆婆内心连一丁点感激都没有，她直接拿白水泼在米饭上，接着说，你还站在这干嘛？晚上有个重要的宴会，快去准备打扮一下吧。现在连饭都不让人好好吃了，还偷偷打电话让秘书去监视，这样的婆婆真的很过分，我真的恨不得冲上去给她几个耳光。海玲和老公去参加了宴会，没想到医生徐志健也在场。炫基故意在试探，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出于礼貌，他们彼此寒暄打招呼。但是当炫基和妻子谈话时，突然看见秘书和徐志健在一起，他们似乎很熟悉，聊得还挺热乎。绿茶女出现肯定没什么好事。炫基走上前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美一脸轻蔑，让她出去谈。徐志健很疑惑地走出来，竟然看到他们两个偷吃棒棒糖。就在这时，海玲走出宴会厅找人，为了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徐志健迅速上前抱住她。这一幕却被人看到了，这豪门男人真不要脸，自己和秘书偷偷享乐，还厚颜无耻地质问妻子为什么要和别人待在一起，私下见面。妻子解释说只是偶遇聊天。徐志健心里有气却说不出来，明明是来帮忙的，怎么就变成坏人了？我还以为刚才看到鬼了，原来是你。炫基很不高兴，但也只能板着脸。这时海玲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男人知道自己错了，带着妻子离开了。这时那个绿茶女又出现了，故意问他如此在乎海玲，是怕她受伤吗？徐志健虽然没说话，但表情已经透露了一切。海玲看到妈妈送的鲍鱼被扔进垃圾桶，心疼的海玲把鲍鱼捡起来重新洗净。她的行为被婆婆看在眼里，突然改变态度，又哄骗海玲说是误会以为过期了，让海玲不要因此太伤心。不得不说这婆婆真会演，女人心思深不可测。婆婆带海玲参加社区活动，故意提到儿媳妇的不孕问题，这明显是在戳人痛处，还装作淡定说媳妇都能忍，自己当然也不会太计较。婆婆的话总是反复无常，真是太过分了。海玲质问婆婆为什么这么说，这种事怎么能拿出去跟别人说呢？坏婆婆马上又露出她的真面目，彻底暴露了她的本性，指责海玲是个不孕的女人。如果你当初选择送孩子去学校，我现在也不会没有孙子，都是因为你家族都要断后了，现在外面都是关于你的流言蜚语，你说你还有脸在我们家住着吗？如果你受不了，
可以考虑离婚。海玲一言不发，却已经哭成了泪人。果然之前的献殷勤不会带来好事。炫基收到秘书小美的电话，说海玲和徐志健有私下约会，徐志健请求帮助海玲摆脱困境。这话一出，男人气得要爆炸了。炫基一回到家，果断拿起海玲的手机，正要删除徐志健的号码时，海玲看到了他的行为，上前去阻止，这让炫基想起了昨天的事。下一秒他狠狠地摔了手机。海玲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男人怒吼以后不准再联系。本来好好的夫妻关系被这个绿茶女一搅和，弄得家里乌烟瘴气。那天婆婆带海玲去参加聚会，海玲换好衣服出来，却被斥责说你这是穿去面试吗？然后海玲换上了一套粉色连衣裙，婆婆说这是去约会还是赏花呢？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你不懂吗？海玲换上了一套黑白相间的礼服，却再次被那恶婆婆无理指责，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看到你有什么进步，算了，你还是换回第一套衣服吧。真受不了这个恶婆婆，她明显就是闲得慌，专门找事，故意找媳妇出气。在聚餐上，会长夫人特意提到了海玲和徐志健，谈起了现在的种种传言，表明不希望她跟徐志健有任何交往。虽然他是前女婿，自己管不了，但这也会影响到会长家族的名声。婆婆气得咬牙切齿地看着海玲，海玲还在解释说他们只是普通朋友。聚会结束后，婆婆责备她不懂事，说她不是在给自己丢脸，就是在抹黑别人，然后再次丢下海玲一个人乘车离开。等海玲回到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丈夫居然和秘书私下见面。那个女人不是说去国外学习了吗？半夜他们出去到底有什么事？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海玲一直把婆婆当神一样供着，她却在背后使手段。她那么真心实意的付出，却只换来了冷漠的眼神。那天海玲在回家的路上，无意中看到婆婆和李永恩秘密见面，秘书正在向夫人汇报情况。谁能想到这个日夜相伴的人，居然在背后安排秘书监视自己，还让小美设法勾引自己的老公。就在这一刻，海玲终于醒悟，原来这一切都是婆婆的阴谋。回到家后，海玲鼓起勇气直面婆婆，她决定要问个明白，结果反被坏婆婆严厉斥责。婆婆暗示她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海玲泪眼婆娑，却问不出所以然，反而激起了婆婆更多的嘲讽。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人，没赶你走已经是看在眼里了。海玲无助至极，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回房间气得直捶胸口，看着儿子的照片沉思。海玲感慨良多，她只想要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却没想到嫁入豪门后无法自主。回忆起在这个家的每一点一滴，老公不爱，婆婆不疼，真悲哀。于是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晚上，海玲找来老公和秘书，决定和他们摊牌，现场直接提出质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偷偷交往的？老公坦白，不是5年前就开始了，当你得知时，我们已经分手了。海玲冷笑，你真会选时机。那昨晚的事情怎么解释？为什么没回来？你有拒绝吗？然后海玲拿出一份离婚协议，告诉秘书以后这个人是你的了。这时自负的老公完全懵了，他没想到一直温顺的妻子今天竟然提出分手。海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男人回家看到海玲在收拾衣服，上前斥责别再无理取闹了，希望她适可而止，不要太计较了。海玲满脸委屈地说，我不是在作秀，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复杂人际关系。3天后她别无选择，只能做出了决定。老公打电话给母亲威胁海玲，海玲无计可施，哭着跑了出去。她走进婆婆的房间，解释了一切。婆婆质问海玲怎敢提出离婚。海玲怒吼，这难道不是你想看到的吗？你和秘书的阴谋我都知道了，事已至此，我们就直说吧。你对外一套，对内一套，不是你一直说我给你丢脸的吗？我没有资格继续做你的儿媳，请放手吧，让我离开这个家。坏婆婆竟然反过来指责，反问你为什么非得把离婚的原因归咎于我们家？你为了一个外人而学会了撒谎，是不是因为担心女儿的名声，所以要编造这些理由？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你自己捏造的，你就是找借口，想要全身而退。面对这个无耻的婆婆，失望透顶的海玲无话可说。正当海玲要离开时，炫基走了进来，委屈地说，你和你妈妈太可怕了，这对母子真是古怪至极。婆婆想尽办法陷害自己的儿媳，老公却置若罔闻，还怀疑妻子有外遇。失落的海玲在街上无精打采，在一个深夜，她再次遇到了那位医生。海玲哭着求徐志健医生帮忙，一个女人竟落得如此境地，真是绝望至极。这个婆婆实在是太坏了，为了让儿子离婚，真是煞费苦心，私下里安排秘书去调查，而且行动一直在进行。当得知已经有了确凿证据后，夫人马上让秘书开始下一步计划。海玲收到了婆婆发来的照片，这才发现自己和徐志健被跟踪了。就在这时，那位妇人突然打来电话，海玲质问她到底想干什么。
婆婆直截了当地说，劝你别背这个污名，你得写明是因为自己的原因离婚，只要你同意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海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坏婆婆，劝海玲好好想想，否则就要把这些照片公开，连带徐志健一起遭殃。这种强硬的威胁让海玲大吃一惊。徐志健了解了所有事情的内幕后，立刻安慰海玲说他不在乎名誉，表明愿意为了海玲放弃一切。同时炫基接到了秘书的消息，这才发现海玲和情敌在一起。炫基找到了徐志健，借吃饭的名义请他出来，实际上是为了探查自己的妻子在哪里，可能话不投机半句多。徐志健心里清楚，找个借口离开了。炫基紧跟其后，跟着他来到了酒店。下一秒他直接推门进去找妻子，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会长的小公子。这一幕真是尴尬至极，让人气的想骂娘。炫基情绪低落，半夜才回到家。夫人二话不说扔给他一叠照片，因为海玲母子俩又吵起来。妇人坚持自己的态度不改变，没有保护好孙子，还不能怀孕，认为这是对家族名声的最大讽刺。妇人怒斥儿子要听从他的安排，炫基怄气的没有开口，转身就走了。母亲看着倔强的儿子，心里火冒三丈。第二天，海玲接到了老公的电话，为了避免徐志健误会，不得不做出选择。海玲只能选择和炫基一起回家。男人气冲冲地走过来，准备质问，没想到海玲反而主动出击，告诉他只是来这里住几天，想散散心。炫基虽然很生气，但也只能接受。当徐志健醒来发现海玲不在，看到留下的纸条，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下午，海玲来到婆婆的工作室，她质问婆婆这么做的理由。此时那恶毒的婆婆换了一副面孔，暗地里讽刺说，不能生孩子的女人，这样的儿媳妇能留在我们家吗？海玲接着问，既然知道我不能怀孕，为什么一直隐瞒不告诉我？婆婆嘲笑说，问题在你自己身上，我怎么会做那个赶早媳的坏婆婆？海玲这时终于看清了这个人的真面目。知道了真相之后，海玲气愤地离开了。晚上，海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炫基满脸幸福，心里很高兴，自以为妻子终于回心转意，要好好过日子。他哪里知道这是海玲的告别礼物。海玲告诉老公，自己一直勤俭持家，10多年来她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失误，结果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屈辱。她请求他看在儿子的份上放过自己。炫基听后不知该说什么好。没脸的坏婆婆回到家后，看到整理好的海玲，开口就说，如果承认离婚问题是自己的，关于赡养费可以商量。海玲说她还没离开，是在等某人。她拿出了下午婆婆的录音，婆婆大吃一惊，怒斥你究竟想做什么？海玲嘲讽的回答，这都是跟您学的呀，如果你离婚后还想威胁我，那我就把这段录音发给所有媒体。那位可恶的婆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海玲这次真的做得太解气了。但是婆媳之间的战争还远未结束，要知道故事怎么发展，敬请关注接下来的下集剧集，看看这个男人是如何崩溃的。那个恶毒的妈妈刚把妻子赶走，紧接着就忙着给自己安排相亲。懊恼的炫基明确表示他没打算离婚。说完他愤然转身离开，留下那个无耻的老人一个人生气。另一边，被赶出家门的海玲重新租了个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她看起来精神焕发，生机勃勃。海玲向医生坦诚，她会好好的活下去。徐志健看到消息后也为她感到高兴，他让人给海玲送去了很多家电，甚至亲自上门帮忙布置房间。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自由而轻松。晚上炫基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房间里所有家具都被换了，与妻子相关的所有物品也不见了，这让男人感到非常郁闷。正准备发火时，他妈妈得意洋洋地走进来，想要邀功。我把家具都换了，你满意吗？儿子不耐烦地回答，您这是干嘛呢？能不能别什么都管？我还想跟他好好过日子呢。母亲讽刺说，儿媳是个肮脏的女人，我不会让她在你这留下任何污点。她竟然偷偷录音，还敢威胁我，这种危险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男人对着妈妈说，直言不讳地说出他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我和你好儿媳被你们搞得遍体鳞伤，谁受得了这种折磨呢？谁不想反抗？看着婆婆无奈的表情，真的很解气。炫基为了留住妻子，特意给海玲爸爸打了个电话，听说女婿升职了，全家都很高兴，大摆宴席邀请他和同事们来吃饭。炫基特意邀请了徐志健，看着得意洋洋的炫基和被蒙在鼓里的海玲爸爸，这时候徐志健感到很不自在，他清楚这又是一个计谋。海玲的妹妹打电话来告诉他，海玲听说后急忙回家，炫基正在扶着喝醉的爸爸，爸爸还在不停夸赞女婿。海玲非常生气，直接问炫基到底想做什么。炫基装作若无其事，试图隐瞒真相。海玲向父亲提出了离婚的打算，这话让父亲瞬间清醒过来。当父亲得知女婿出轨的事情后，海玲爸爸伤心欲绝，愤然离开了现场。看着为女婿挂的庆祝标语，他气愤地将其撕下扔在地上。第二天，父亲找到海玲，劝她回家。
他不知道女儿这些年受的屈辱。海玲表示她不会再回那个家。老公表面上伪善，婆婆心狠手辣。她讲述了这些年在婆家的苦难。听完后，父亲震惊的后背发凉。回到家，没想到又遇上一个震惊。老婆告诉他，海玲已经无法生育。母亲却在暗地里庆幸，还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他却对昨晚的事一无所知。一直自豪的老丈人当场傻眼。下午，父亲私下约见女婿，仔细询问海玲在他们家的所有事。玄机毫不隐瞒，坦然承认一切。父亲忍不住给了他一个耳光。玄机知道自己有错，赶紧下跪认错，请求老丈人再给一次机会。但这次父亲没有选择原谅。女儿受了太多委屈，谁能忍受这一切？看看这个坏婆婆的表情，她就是极品中的极品。她一出现，必然要闹事。那天，海玲在福利院照顾老人，没想到夫人来查根问底，直接怒骂她是个卑鄙的女人。你怎么敢来这种低贱的地方？是想给我儿子抹黑吗？海玲示意能否到外面谈。坏婆婆却说就在这里说清楚。一个疯癫的老妇人，她能知道些什么？大家听听，这是正常人能说的话吗？海玲没有理她，直接走出了房间。那妇人紧跟着出来，满嘴污言秽语。看到自己的粉丝围观时，坏婆婆立刻换了一张脸，变得和蔼可亲，说是来看看儿媳妇。这演技简直可以拿奖。就在这时，老妇人狠抓她的头发，疼得坏婆婆龇牙咧嘴，丢尽了面子。果然天道有轮回，天不饶人。海玲参加朋友聚会，大家都羡慕她嫁入豪门，都想让海玲请客。只有闺蜜王小花觉得有点不对。海玲坦白自己打算离婚，她已经搬家，正在找工作。闺蜜二话不说答应帮忙。第二天，海玲就收到了工作邀请，她感到非常惊讶，高兴闺蜜办事效率高。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公安排的。她嘱咐闺蜜暂时保密。虽然他们暂时分开，男人还是爱着她，安排了保姆来家里服务，又送了一辆车给海玲。这些都是想让她回心转意，但海玲并没有接受。她铁了心要离婚，还让手下带着离婚协议过去。气急败坏的老公撕碎了离婚协议。海玲告诉医生她找到了工作。徐志健听了很开心，他为自己感到高兴。他们约好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看起来像是恋爱中的情侣。海玲的心情终于舒缓了些，两人直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分开。心情不好的炫技喝了很多酒，他一个人摇摇晃晃找到徐志健，一见面就怒斥他，抢走了自己的妻子。徐志健没有搭理他，转身就走。没想到炫技醉倒在他怀里，徐志健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背回家，结果一到家就被夫人无缘无故责骂，都是因为你和海玲的事，我儿子才伤心到独自喝闷酒。徐志健可不是那种容易被欺负的人，他的儿媳一开口就说不要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老人家表面上看似和善，实则满心虚伪，整天就知道设计陷害人。你还能干什么？一个好好的儿媳被你折磨成这样，别再用我做借口来编造谎言了。如果再这样，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他这一番话让对方夫人哑口无言。说完，他一个箭步就转身离开，看着那个坏婆婆一脸无奈，真是太解气了。你以为老人家会就此罢手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正酝酿着更大的阴谋。接下来，海玲和徐志健将要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极其尴尬的鸿门宴。这家人真是奇葩，妈妈使尽浑身解数想要赶走儿媳，而丈夫却想尽办法让妻子回家。母子俩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斗争。那个坏婆婆为了断绝他们的关系，居然暗中联络会长夫人，策划了一场鸿门宴。夫人假意邀请海玲见面谈谈。海玲到了才发现老公和婆婆都在，婆婆依旧保持着她的伪装，说儿媳没见过大人物，有点紧张。夫人还夸奖他们婆媳关系真好。海玲碍于情面，没有当场揭穿婆婆的伪装。就在这时，徐志健也走了过来，两人相视一眼，却没有说话。炫基故意握着海玲的手，显得很恩爱。这尴尬的场面让徐志健感到不舒服。夫人开始调侃海玲和女婿的绯闻，徐志健忍不住了，突然大声怒吼，气愤地拉着海玲转身离开。会长惊讶地问自己的女婿为什么这样做。炫基不顾母亲的阻拦，也跟了过去。一出门就看到海玲被带走。男人来到妻子的住处整理行李，他打算强行将海玲带回家。两人争执中不小心打碎了相框，妻子弯腰去收拾，不料手指被划伤。老公关心地上前询问手疼不疼。海玲冷冷地回答，比起你和婆婆的所作所为，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当然不会疼。男人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无言以对。原本幸福的家庭，现在却伤痕累累，女人是多么绝望。男人回家后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玄机苦笑说只是想让海玲回来。母亲愤怒地斥责不能生孩子的妻子，你还留她做什么？是想给家族丢脸吗？还和会长的前女婿搞上绯闻，你的工作和前途将如何？
旋即向母亲坦白，自己5年前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听到这话，母亲震惊得目瞪口呆。昨晚的事让会长非常不高兴，会长前来询问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加管束的话，妻子也会受到牵连。迅即无奈地解释，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会长夫人找到海玲的工作地点，一见面就毁了人家准备好的食材，开口就是一阵猛烈的责骂。海玲感到很委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夫人警告她不要勾引自己的女婿，并以集团老板娘的身份将她解雇。这时海玲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原来这份工作是她老公安排的。徐志健得知此事后急忙赶来，海玲看到徐志健到来，感到非常生气，为什么每个人都把我当罪人？每次我受伤时你都出现。说完，他像个受伤的孩子低下了头。徐志健却莫名其妙地感到开心，他安慰他说，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以后别把情绪憋在心里，不必隐藏屈辱和不满，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是2个受伤心灵的依靠。徐志健走到夫人面前，当众表明他和他女儿之间不可能，请别再拿海玲的事情做文章，之前只是看在旧情上才和你们相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断了联系吧。这个男人太帅了，说话很有力，面对家庭和才华他一点也不畏惧。那一天，不了解情况的海玲妈妈来到婆家看望她的女儿，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种事。外婆婆又开始捣鬼了，原来是来看女儿的亲家母。她阴阳怪气地说，你女儿已经搬家了，她坚决要求离婚，已经出去8天了。妈妈完全傻眼，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坏婆婆反问，难道没跟你说吗？看来她真是个高手在撒谎。妈妈满是疑惑地问，到底怎么回事？恶毒的婆婆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说，你女儿不守妇道，跟一个男人跑了。我真不想说这些，怕脏了我的嘴，竟敢当着妈妈的面侮辱她的孩子。大家听听，这能是正常人说的话吗？明明是她自己把儿媳赶出了家门，现在却把责任全都推到别人头上，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非你莫属。当海玲急匆匆赶回来时，妈妈已经离开了。坏婆婆说，亲家知道了女儿的丑闻，羞愧的无地自容，就这样走了，连饭都没留下来吃。海玲大怒，为什么要污蔑我？你这老太太心狠手辣，还真会装模作样，自己明明是个毒妇，居然还敢泼别人脏水。坏婆婆气得急火攻心，想动手，谁知却被海玲一把挡住。夫人看到儿子回来，立刻失落，质问这样的老婆还能要吗？海玲气愤的反击，这都是你们逼的，反正我也不打算再来这个家了，如果不离婚，那我们就走法律这条路吧。说完，她迈着坚决的步伐头也不回的走了。看着坏婆婆那吓到的表情，真是太解气了。男人赶紧追了出去，还想挽回妻子的心。海玲断然说，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妈妈的做法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说完，她转身就离开，只留下丈夫呆呆地站在那里。男人意识到他可能真的要失去妻子了。你以为坏婆婆就此罢休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正在琢磨对策。他爸爸特地来到海玲父母家，家人本以为他是来接海玲回家的，谁料坏婆婆掏出了一大叠照片，爆料这是海玲和其他男人的证据，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儿媳。父亲半信半疑地问海玲这事是不是真的，而妈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女儿。你自己的儿子都出轨了，竟然还诬陷别人。坏婆婆讥讽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他跟着你，真是个品行不端的人，真不要脸。说完，他气呼呼地起身离开。父亲严厉地斥责，海玲一直被监视都毫无察觉，事情发展到今天真是太丢人了。海玲一脸委屈，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母亲气急败坏，直接冲了出去，拿起垃圾桶就往坏婆婆的车上倒，怒斥她是个可恶的老女人。就在这时，海玲的丈夫也赶到了现场，他很清楚自己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连忙向丈母娘鞠躬道歉，然后不多话拉着妈妈就走了。回到家以后，母子俩又开始争吵，坏婆婆责怪她为什么不支持自己，有这样的母亲。男人感到非常无奈，老人家自言自语，发誓要报复，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打压对方，告诫说如果采取激进措施，自己就会把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母亲愤怒地问为什么要帮外人，看着坏婆婆那惊讶的表情，真是太解气了，真是一个奇葩的母子关系。男人为了保护海玲一家的安全，反复思考后决定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已经做好了决定并签好了文件，约她明天见面，说要送她一份大礼。这个男人实在太可怜了，为了保护妻子不受妈妈的欺负，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还是离婚。看着爱人离去，男人眼含泪水。毒妈妈刚赶走妻子，就开始忙着为自己安排相亲。这次相亲对象据说是大集团的掌上明珠，为了保险起见，夫人也跟着过来。没想到对方并非寻常女孩，一见面就给她一个下马威，开口就要求摆脱婆婆单独约会。夫人意识到了问题，脸上堆满笑容，
遇到这样的财阀闺女，只能认输走人。果然是物极必反，看着就觉得解气。相亲女孩表示对这次相遇很满意，问他这么听话的原因。这男的是妈宝男吗？如果是的话，那可真够头疼的。男人一句话都没说，脸上却满是尴尬。回到家之后，夫人显得很不开心，自言自语地说发现千金很傲娇，等把他娶进门后再好好教育他。秘书反问您儿子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之前的相亲对象都被他果断拒绝了，这次不仅同意了，还没离开。坏婆婆还以为秘书嫉妒了，警告他不要打儿子的主意，然后一脸不屑地转身离开。秘书感到很委屈，需要时满脸献媚，不需要时就狠心地踢开。晚上妈妈问今天相亲怎么样了，看上那个女孩了吗？能和她相处下去吗？男人回答只要你喜欢就行。母亲尴尬地点了点头，眼神流露出失望。临走前又说明天有个采访，能不能抽空陪我一起去录制？儿子微笑着回答当然可以。夫人突然想起秘书之前的话，感觉自己的儿子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但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财阀家族派人来进行婚前调查，当问到为什么要离婚时，母亲尴尬地转头看向儿子，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是儿媳自愿的，她知道自己不能怀孕才选择离婚，我费尽心思也没能留住她。男人不悦地打断母亲的话，直言是自己提出离婚的，这些事属于个人隐私，不用问了。他气愤地说完就转身离开。采访结束之后，夫人为了保险，打算让秘书去施加压力。海林小美劝夫人暂时别动手，如果你儿子知道了会很不开心，说不定这婚都没法继续了。秘书果然比他更懂内情，回想过去的种种，都是以失败告终。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放弃。第二天，坏婆婆主动找到海林，告诉她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了，警告海林别出现在炫基面前，还让他别到处乱说。海林回应说，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你忘了协议书的最后一条了吗？婚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恐吓前妻，否则我会把丑闻公之于众。坏婆婆没想到海林这么坚定，她的话让自己哑口无言。然而前夫得知了惊人的内幕，他的儿子并非死于医疗事故，罪魁祸首竟是徐志健的误诊，前妻还在蒙在鼓里与他谈恋爱。海林如果知道会有什么反应呢？看着这男人简直要疯了，为了保护妻子只能选择离婚。没想到两人刚分手，妻子竟然和仇人恋爱了，这都是些什么狗血剧情啊！原来男人偶然知道了10年前的真相，儿子车祸后被送到医院误诊死亡，当时的主刀医生正是徐志健，前妻沉浸在爱情中毫无察觉。炫基找到海林想告诉他一切，刚提到徐志健就被打断。海林自信地说他是个好人，帮他摆脱苦难，重新站立起来。炫基看着海林幸福的笑容，为了避免心爱的人再受伤害，话到嘴边又难过的咽了回去。这大概就是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徐志健接电话时简直不敢相信耳朵，他知道避无可避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于是约炫基到天台见面谈话。见面就跪下请求原谅，直说不是为了求他原谅，而是恳求他别告诉海林。气愤的炫基一把抓起徐志健，声嘶力竭的怒吼，厉尽的斥责他。炫基此时已完全失控，徐志健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说他愿用一生来赎罪，请求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炫基警告他别再做梦了，劝他趁海林未发现前赶紧离开，去哪都行，只要消失得无影无踪。晚上徐志健来到海林家，海林追问他为何受伤，他谎称自己出去见义勇为了。单纯的海林完全信了，心疼不已，急忙找来急救包给他处理伤口。徐志健紧紧抱着海林不愿放手，他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面对海林。炫基回到家发现小美和母亲都在，希望明天能见见父母。两家人坐下来商量婚事，夫人抓住机会连连点头答应。老太婆迫不及待地想要嫁女儿，小美看向男人征求意见。面对强势围攻，炫基只能无奈点头。第二天两家人如约见面，炫基坐在车里迟疑不肯进去，他现在非常后悔离开了妻子。1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无人出现，发现亲家此刻明显心情不佳。妈妈焦急地帮儿子解围，装作很自然地拿起电话打了出去。电话那头接起来的却是他的秘书。夫人假装询问他什么时候到，秘书说他在路上遇到了前妻海林，受到了一些影响，可能不会来了。然而下一刻他却推门进来了，妈妈当场目瞪口呆，瞬间被打脸。炫基说还是别结婚了吧。老太婆气得脸都歪了。下午夫人接到一连串退货电话，她好不容易才进入的圈子，因为相亲的丑闻把生意都搞砸了，她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海林。秘书坦白劝夫人别冲动，没想到却遭到夫人的严厉斥责。她怒气冲冲地说要去找他算账，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禁止开车直接出发。炫基得知后也紧跟着去了，但到那儿一切已经太晚了。他看到前妻海林已遭遇不幸，
徐志健的情况也岌岌可危，这个男人实在太不幸了。妈妈所做的恶事终究自食其果，最终全都落在了自己头上。男人被诊断出绝症，他却毫无所知。母亲已和才华定下了订婚的吉日，谁知炫基迟到了，直接退婚。老太婆从秘书那得知了真相，炫基在来的路上遇到前妻，受到刺激才决定拒绝婚约，好不容易攀上的关系就此断了。夫人把一切都归咎于海玲，立刻让司机开车去找她算账。海玲看到那坏婆婆就慌了，把油门当成了刹车，狠狠地踩了下去。老太婆看到这一幕也吓傻了，急忙让司机掉头逃跑。这一幕被路过的炫基目睹，责怪自己反应慢了，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时海玲已经受伤，浑身是血，徐志健也奄奄一息，陷入昏迷，急忙询问医生徐志健的状况，得知手术非常成功，生命已无大碍。为了保护海玲才受伤，右手神经组织严重受损，即使康复也只能进行基本生活自理，恐怕再也无法进行外科手术。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是巨大的打击。男人听后非常愤怒，炫基质问母亲为何要这么做。夫人装作一切正常，男人明明看到你在事故现场。老太婆谎称只是去找他谈话，只是碰巧路过海玲旁边，没想到他技术不够，导致了事故。这场车祸与我无关。玄机悲伤地说，本想挽留他，为此曾多次尝试，现在终于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也没那个资格。遭遇了极为恶劣的坏妈妈，注定了自己的悲惨人生。会长夫人找到海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警告海玲别再缠着她女婿。海玲对她的无理要求不予理会。夫人向海玲透露，是因为一场车祸，徐志健从此无法再当医生。这消息让海玲惊慌失措，她本来一无所知，她急忙返回医院询问医生，确认答案后如遭雷击。回想车祸前后的情况，才明白这都是恶婆婆的阴谋。另一边，炫基在车里睡着了，司机小王好不容易才叫醒他。男人睁开眼睛，感觉头脑非常模糊。司机说，您通常不会在车上睡觉，以前不管多累，从未在车上睡过。炫基看起来疲惫不堪，神情恍惚，看外面的东西都感觉是重影。下午，炫基和海玲约好一起见面，今天是他们儿子逝世周年纪念日，前妻已经到了现场，男人却迟迟不见。炫基此刻精神恍惚，已经无法驾车，刚才差点撞到路边的行人，最终坚持不住晕了过去。等待他的是一桩巨大的噩耗。这个男人实在太不幸了，患了绝症也不敢吭声。那天下午，他和前妻约好了时间，一起去参加儿子的10周年纪念活动，结果半路因病晕倒，海玲还在等待，他却毫不知情。经过紧急抢救，他才侥幸逃过一劫。医生告诉他还有6个月的时间，如果愿意接受手术，可能能延长生命。男人却笑了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这时他突然想起今天还没去看儿子，立刻态度变得坚决，拒绝了治疗，没有寻求任何安慰，驱车直奔医院。到了那里才发现人家已经关门下班了。男人泪流满面，恳求了许久，门卫感到很无奈，最后同意让他进去。他向儿子坦白自己的病情很严重，医生已经下了死亡通知，目前还没告诉其他人，承认自己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对此感到非常愧疚，向儿子和妻子道歉，决定用剩下的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说到这里，已哭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地流，直到半夜才回到家，面带微笑地看着母亲。妈妈感到非常震惊，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说想吃妈妈的海鲜鸡汤。母亲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高兴地点点头。虽然很久没做饭，妈妈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男人在一旁默默流泪，显然妈妈做的菜味道很一般，他却觉得非常美味，吃得很满足。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他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来，两人关系一直很僵，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幸福。母亲却不知道这背后的含义。徐志健了解到男人的病情已到危急关头，从他的表情里就能看出有问题，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住院赶快手术。炫基却说，如果我消失了，这应该是你想要的，你应该感到高兴，你们俩才能安心地在一起。徐志健说他不想成为海玲的回忆，如果你还爱他，就去接受治疗。他义正言辞地说，坚决拒绝。这时他又开始神志不清，徐志健警告他不要再硬撑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心里没点数吗？说完递给他一盒白色药品。徐志健很懊恼地转身，正要离开时，男人警告医生，不要告诉海玲，如果他知道了，那你就完了。炫基下班后看起来很疲惫，独自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在马路边突然想起10年前的事。那天正是儿子因车祸去世的日子，自己因工作外出而把儿子留下，儿子跟着后面，这才导致了那场意外。回想起那一幕，男人头痛欲裂，
这时他的眼前开始出现幻觉，看到儿子突然出现，还躺在马路中央。男人踉跄地走过去，趴在人行道上放声大哭，痛骂自己因工作而失去了儿子。果然人临死前总会后悔曾经的错过，错过的东西终究难以挽回，别等到失去了才悔不当初。你们相信因果循环吗？这位恶毒的母亲所做的坏事，最终全都落到了他儿子身上。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彻底崩溃了。那天洪博士亲自上门来找玄机，言辞闪烁，只说来是有事要商量。男人不想让妈妈知道，就去找医生。夫人觉得事有蹊跷，也跟了过去。从他们的对话中才知道，儿子患了绝症，生命已所剩无几。母亲惊呆了，一时间不知所措。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想起在儿子手机上看到的短信，她偷偷预定了自己的骨灰盒。老太太终于明白过来，恍然大悟，冒着大雨来到孙子的灵堂，看到玄机正坐在书俊旁边，这让他的情绪再次崩溃。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痛苦有多深？还有什么比这更绝望的呢？回到家后，母亲看着熟睡的儿子，很想伸手摸摸他的脸，但最终还是手缩了回去，捂住嘴，泣不成声，只能躲到外面偷偷哭泣。玄机走了出来，看到伤心的妈妈，紧紧地抱住母亲，不停地安慰她。第二天，妇人请洪博士来询问病情，他表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治疗，医生却说是炫基自己不愿接受治疗，他没有求生的意志，选择放弃手术。母亲气愤地说自己会想办法。夫人找到了海玲，求他帮忙，声泪俱下表达着自己的悲伤，想让她重新成为家里的儿媳，陪伴玄机。海玲深知这个坏婆婆的伪善，你当初是把我赶出门的，现在来求我不可能答应。如果真想救她，就让她尽快手术。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爱的人，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去。海玲冷眼旁观，转身离开。她无可奈何，心生一计。夫人在电视采访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坦白自己一直是个伪君子，实际上是个赶早习的坏婆婆，借此机会向海玲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誓言要退出汉服设计行业。海玲看到这一新闻非常气愤，为了自己的儿子，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之后夫人又亲自上门道歉，不惜下跪请求海玲重新开始。海玲坚决地拒绝，直言不讳的一口否决，表示自己已经定亲，绝不回头。说完愤怒地离开，头也不回地走了。下午岳父发现女婿的情况很不对劲，便追了出去，看到男人已经晕倒在地，恰好有医生路过，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徐志健告诉他男人身患绝症。听到这个消息，老丈人差点昏过去。妈妈听到消息后急忙来看望儿子，看到儿子奄奄一息，她非常心痛。老太太又去找洪博士，询问是否有办法给儿子做手术，却从医生那里得知了一个坏消息，唯一能救儿子的人是徐志健，他不久前在一场车祸中右手受伤，目前还没恢复，无法进行手术。听到这消息，妇人感觉像遭雷击，而那场车祸的罪魁祸首竟是自己，能救儿子的人竟然被自己亲手毁了。这或许就是恶有恶报，终究是有报应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果报应，天道轮回，谁能逃得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深爱的人是你的仇敌，这时你该怎么办呢？有一天，海玲意外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5年前误诊导致儿子去世的人，竟是即将与他结婚的徐志健。面对海玲的质问，徐志健沉默不语，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场事故。情绪失控的海玲彻底崩溃。医生告诉炫基他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男人狠狠地臭骂了医生一顿，责怪他又一次让海玲陷入绝望。徐志健见状心慌意乱，海玲抱着儿子的照片痛哭流涕。炫基向前妻透露了当时的情况，儿子车祸送来时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尽管多次尝试还是未能成功。海玲不听劝阻，坚信他就是凶手。看到前妻惊慌失措的样子，炫基无奈地转身离开。第二天，妈妈发现儿子有轻生的念头，记事本上清晰地写着倒计时的日期，抽屉里还发现了大量的药物。夫人找到海玲，希望她能伸出援手。海玲非常吃惊，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在夫人的苦苦哀求下，只好答应帮忙。幸好在儿子的灵堂遇到了炫基，海玲劝男人不要放弃生命，哪怕为了他，也要坚强地活下去。看到前妻如此伤心，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炫基这才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男人请求徐志健帮忙救治自己，徐志健没有回应，还在犹豫。为了弥补过去的错误，第二天徐志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准备亲自为炫基进行手术。海玲很惊讶，但还是坚决拒绝。男人很平静地表示愿意接受手术。就在手术前的那天，海玲忍不住内心的伤痛，告诉他儿子的死与他无关，你只是还想尽力去救他而已。在这一刻，徐志健感到内心释然，他坦言会全力以赴完成手术。经过一整夜的努力，
手术后，男人终于醒了过来，但徐志健告诉海玲一个残酷的事实：由于癌症晚期手术未能成功，只能延长男人2个月的生命。海玲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过去。她恳求徐志健暂时保密，自己会陪他走完这最后的路。徐志健虽未言语，但眼含泪水。为了照顾他，海玲放弃了爱情，日夜不离地陪在炫基身边。男人为了成全他俩，谎称想和海玲一起看电影，然后借口去买吃的，让他先进电影院。海玲一见到医生就明白了一切，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炫基告诉徐志健，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会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希望医生能好好照顾海玲。就在这时，男人和妈妈坐上了飞机，他兴奋地对母亲说想去看激光秀，然后再去新西兰欣赏璀璨的星河。话音未落，他就倒在了妈妈的怀里，从此他再也没有醒来。在他离开人世1年后，海玲和医生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是男人留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